起立。礼。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着席。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IB 去 Train。今天呢，我们在茨城県大子町的上岡小学校。这个学校呢，它是创立于明治12年，然后是在明治44年开校，然后如今已经历经了100多年的历史，迎接了就是数十届的学生、数十届的老师。那它这个校舍呢，保持非常完好，所以有很多 NHK 的一些 drama 还是电影，像是大家可能知道的《おひさま》，还是《天皇的琉璃邦》，还有像《哈娜口头案》之类的电影都在这边拍摄。那它这个校舍是几乎每天都开放给大家参观，所以我们今天就回来这个旧学校来参观一下，我就很开心，就觉得很像回到小学的感觉。今天呢，跟我一起在这个上岡小学校的是Ayumi。那台湾可能也有我在想，就是这种日式style 的小学校，就是毕竟日治时期嘛，可能有盖了很多公学校、小学校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就跟Ayumi一起来逛一下这学校，然后看一下台湾跟日本的小学校的一些风俗文化有什么相同还有相异的地方。好了，这个是走廊，然后我们要进去我们的第一间教室了。So basically, これは日本の古い学校のスタイルで、昔はこういう四角い硬い机を使ってた。今は多分もうちょっと楽プラスチックで、多分木もあるけどもうちょっと綺麗なんだけど、多分昔はもう本当にこんな感じ。そうですね。刚刚Yumi说呢，这边就是比较就是旧式的，就是 old style school， 然后就是这种就是木质的桌子啊、椅子之类的。然后现在就是感觉让学生会坐得比较舒服一点，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坐这种椅子，其实坐这种椅子很怀念呢。现在脚是塞不下啊，但是刚刚坐了一下，就觉得很怀念。じゃあちょっと説明するよ。ここは先生の台。そう。先生はここに立ってお話しする。先生だけが立つことができます。で、なんでここが高いかというと、先生はやはり偉い人だから、昔はみんな先生を尊敬してた。だから先生は絶対上に立た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みんなを見下ろす感じ。先生はここで授業する。然后刚刚有跟Ayumi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在台湾呢，就是如果要叫老师的时候，都会老师 ，and Japanese people well， 嗨，所以有点不太一样。我以为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让老师，跟他们会说嗨，这样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日本の小学校全部これあるの？ある。Not lately. 音楽室ある。ミュージックルームある。And for one each, it's kind of old school. We used to have. You used to. I can't remember. ある。我们也是日本也是一样，是几乎每个教室都会有个风琴，但是当然是比较 old style， 所以这边有啦，不一定是每个学校都有。现在呢，走上阶梯，这个学校其实是还蛮大的，就是这边是 entrance， 进来之后那边一个走廊，然后走上阶梯之后是他们的那个音楽室，就是music classroom， 然后还有一个 auditorium， 是一个讲厅之类的感觉，然后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就是有上台表演跳舞啊，不是就是每年什么运动会都要上去表演跳舞一次嘛，就很怀念。接下来进来的就是他们的音楽室，有个非常大的这个三角琴啊，然后还有鼓啊什么之类的。Until when does Japan have music class? Because Taiwan is until 高校まで。Basically the same. We also have the 高校まで。週1回音楽クラス。週1回ある絶対。で体育クラスも週1回。絶対。ああ、いいや。Or maybe before the music festival, we even have twice or 3 times. ミュージック運動会みたいな。運動会とか合唱祭、singing festival。我刚刚看到那个今日の給食的那个目標は、Ayumiの学校にもあった。あったね。あの感じ同じじゃないけど、なんか目標は教室の真ん中にあって、なんか人に優しくしようとか、まあ多分学校によるけど、なんか目標が書かれてて、で給食の専用のパネル、
ボードがプラス、給食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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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メニュー変えたりとか、栄養のこととか、なんか給食についての情報、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が書いた紙とかすごいあって、みんないつも見てた。給食楽しみ1だった。ヶ月に1回その紙配る。そう、変わる。哦ホンダで同じメニュー。台湾的东西，就是我们营养午餐不是都会就是一个月就会发一张单子，说哪一天是吃什么东西嘛，他们也会有。然后刚刚那 Q 食的表上面就是说那个那你今月の目標は牛乳を残さない，因为就是日本是很注重就是节俭，然后你要珍惜有的东西的一个国家，所以就是东西浪费掉就很もったいない，所以你就是牛乳残さない，你不可以就是有剩下来的牛奶还是吃的这样，我觉得很不错。もう一つ質問あります。これは何ですか？これは当番、まあ多分これ古い言い方なんだけど、今は日直って言ってクラスで1人毎日変わるリーダーのことで、その日はリーダーになるから、その生徒がその人が起立で着席とか、あとみんなでいただきますとか、とりあえず声をかけたり、クラスのみんなをまとめたり、なんかその日のリーダーになります。で一人一人毎日変わる。そうそうそう。なるほど。多分一人の時もあれば、男の子と女の子で2人ペアでやる時もある。多分学校によるかもしれない。哦。然后因为刚刚就是讲到那个营养午餐嘛，然后我就问阿优咪说，你们是不是吃饭前都一定要说いただきます？絶対言うの？絶対言う。絶対言うかな。みんなで一緒に集まって一緒にいただきますってやって。そうだ。給食も教室の後ろに並んで取るの？そう。教室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台があって、そこに給食並んで、当番、給食の当番もいて、みんなで並んで受け取る。そうなんだ。受け取る感じ。台湾は自分で取る。自分でもう自分でセルフサービス。そう有点不一样。至少我以前的小学是营养午餐，是你到后面你自己拿，然后自己拿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动这样子。但是他们呢是也有这个 Q 食的值日生，然后会在后面发给大家，发完之后再由值日生说いただきます，然后大家再一起吃，很可爱哎。这个学校在16年前就已经黑扣，已经就是闭校了，已经没有在接学生了。最后一届的学生才36个人，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少子化，已经没有再接学生了，应该说没有学生可以接了，所以他们才闭校。那现在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新的上岡小学校 ，they have a new one。上岡小学校。上岡，现在它叫做上岡小学校，是就是算是一个新馆啦，这边是第一馆，就是最旧的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有来茨城的这个大宫町的话，你们可以来看一看，是真的很漂亮，很有感觉。我就是很喜欢这种传统的建筑啊之类的。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很喜欢这种就是日式风格啊，这种传统建筑啊，或是跟我一样非常怀念小学的时候那种拿营养午餐啊，然后起立立正敬礼啊，还是那种就是上课欢乐时光的话，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那离开前别忘了帮我点一个赞，或是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个影片见哦，拜拜，拜。